乐宝之所以能这般惬意的吃竹子，多亏了江爷爷。江爷爷太懂熊体工程学了，简简单单用血液摆弄就能让乐宝的坐得很舒服，就连乐宝坐在这儿的样子都和江爷爷演示的时候一样。江爷爷似乎已经给自己当成熊了，乐宝可能出现的一举一动，江爷爷都能想象到。不过到了晚上，乐宝就辜负了白天奶爸对自己的一片赤诚。下班点到了，乐宝在园区睡起来了，不想回家了。任凭江爷爷如何呼喊，乐宝都没反应。反观爱宝这里都不用奶爸叫，瑞宝在爱宝面前折腾来折腾去，就给爱宝带坏事了。瑞宝调皮的有路不走，非要天天尝试用自己的大长腿在小亭子上的最高处接触地面。虽然瑞宝没有下去小亭子，但是给妈妈吵醒了，这还受到了爷爷的表扬。与此同时，辉宝这时也没有睡觉，在树上吃着竹子，随时等着下班。瑞宝因为爷爷还不给自己开门，一直在园区无聊的转来转去，喊辉宝下来玩。姐妹俩凑在一块儿就不无聊了，不为丰容彼此推来推去。姐妹俩打打闹闹，一起商量着给爷爷敲门，让自己回去。辉宝负责守在门口，瑞宝前去敲门。姐妹俩这团结起来，还真给通道门敲开了。辉宝第一个听到门开的声音跑了回去，瑞宝紧跟其后。爱宝也没有迟疑，看到通道门打开后，也紧随瑞宝、辉宝后面一起回去了。对于宝家饲养员来说，就没有对宝家看够了的时候。别的饲养员在动物出外场时，刚好是可以休息的时候，而江爷爷和宋爷爷这里可是跟着宝家出来继续营业，还要和游客们一起看宝家营业。宝家每天都是一个新的样子，这话就是出自江爷爷之口，永远没有看够了的时候。今天爷爷给爱宝的竹子挪了个新地方，放在了树下面，这样可以让爱宝换一个心情，换一个姿势坐着，不会一直固定在一个地方走来走去。而瑞宝这里，妈妈走去哪儿，瑞宝就要跟去哪儿。以前瑞宝出门后还喜欢爬树上晒太阳，但现在室外的小树成辉宝的了，瑞宝成了妈妈的跟屁虫。妈妈刚起身离开，瑞宝就也起身了，跟上妈妈的步伐。瑞宝以为妈妈是在玩，走过来才发现妈妈原来还是在吃。而园区昨晚因为下过雨，这时室外的温度很低，甚至已经开始冷了。辉宝也感觉到了，辉宝从树上下来，刚好看到姐姐在跟妈妈玩着火焰。辉宝这里的注意力则是在场外的依依身上。这时的室内园区，饲养员依依也已经放置好新的竹子了，就等爱宝带娃回来了。爱宝给地上的竹子全部吃了个干净，一点也没有浪费。等吃饱喝足，爱宝也没有犹豫，直接往通道门口走。爱宝这里明明走得很慢，但是到了瑞宝、辉宝这里，得用跑的才能勉强跟上。大长腿瑞宝在妈妈面前也是个小短腿。今天乐宝解锁了一个新技能——旋转式挠痒。而看到每天乐宝这开朗的样子，我才明白，原来乐宝的精神状态领先我10几年。每天无忧无虑的状态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什么烦心事情都没有，而且还拥有3个孩子，孩子也不用自己带，有自己的妻子负责照顾着，而自己每天只需要在自己这几百平的园区里快乐的活着就行了。每天都有人专门送饭，而且自己的房间也不用自己收拾，每天都有人固定时间为其打扫。活着就2个字，享受。乐宝吃着吃着竹子就躺了下来，直到给竹子吃到给自己盖满全身时，乐宝这边也吃饱了。接下来起身给自己坐久了的身体活动了一下，然后将腿踩在小亭子的护栏上，翘起尾巴开始释放自己。释放完后躺下睡觉休息。乐宝还伸出小脚和姨姨们打了个招呼，这是在和姨姨们说午安。一会儿姨姨的时间到了，重新去排队。这次姨姨排队排了1个小时左右，等回来时乐宝已经睡醒了，此时正在树上给自己挠痒。而园区的通道门这时也打开了，乐宝的下班时间到了。乐宝让奶爸稍微等一下，自己的小脸有点痒，需要先挠挠。等乐宝给自己挠完痒，从树上下来，便直接走向了通道门口。但乐宝并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先在园区给自己释放了一下。乐宝从来不带着亲团回家，这也是乐宝被称为宝家最爱干净的大熊猫原因之一。看到爱宝乐园在7月份的变化，我才明白，原来爱宝乐园对宝家族在乐园的地位一直都没有改变过。就算福宝离开了，但爱宝乐园对宝家族的尊重和热爱一点也没少。而这周胜熙姨母和爷爷们也特意在节目中分享了这一消息。现在的爱宝乐园宛如一个熊猫主题的动物园，
随处可见的大熊猫元素也证实着爱宝乐园对宝家的重视。而这周除了给宝家族添加新家具以外，瑞宝、辉宝这里爷爷和姨母们也都有在用心去陪伴。此时，瑞宝正在享受爷爷的按摩。瑞宝躺在爷爷怀里一动不动的，任凭爷爷的抚摸，很是乖巧。一会儿将爷爷起身时，瑞宝明显有一点不知所措的样子，心想爷爷你要去哪里？不过没事儿，爷爷走了，还有姨母在，有姨母在也是一样的。身后换成姨母后，瑞宝这里依旧很将爷爷离开一会儿后，很快又回来了，手里还拿来了新鲜的竹子，这些是将爷爷刚跑到园区的山上采摘来的。将爷爷心想着嫩绿嫩绿的竹叶，瑞宝和辉宝一定会喜欢，但是与竹叶比起来，瑞宝好像更喜欢爷爷，抱着爷爷不放手。而对于竹子则不屑一顾。爷爷起身走时，瑞宝还牢牢抓着爷爷的大腿，直到将爷爷坐下来陪着，瑞宝这才开心起来。将爷爷除了竹子以外，还给姐妹俩带了小苹果。小苹果可比胡萝卜甜多了。吃上小苹果后，瑞宝也不再黏着爷爷，将爷爷这下也成功给自己脱身。圣熙阿姨大摇大摆走进园区，因为这次圣熙阿姨进来带了满满2大口东西，这就是圣熙阿姨的底气。有了这底气，圣熙阿姨让瑞宝、辉宝干嘛，他们就干嘛。圣熙阿姨让辉宝走过来，辉宝就乖乖的走了过来。辉宝一点脾气也没有，但辉宝过来后，圣熙阿姨又走了。辉宝不懂姨母的意思，只知道圣熙阿姨没让自己动，自己就乖乖的。一会圣熙阿姨回来了，辉宝立马跑上前问姨母：“你懂我意思吧？”但圣熙阿姨看到的是辉宝给自己刚放好的竹子弄乱了。不过圣熙阿姨并没有责怪辉宝，还是将辉宝期待已久的小零食投喂给了辉宝。辉宝吃到小零食后开始撒娇打滚了，而圣熙阿姨此时想的是让瑞宝下来给瑞宝也投喂一块。辉宝就这样紧紧盯着姨母，姨母走自己就跟上。辉宝尽可能的表现得很乖，这样自己就还会有小零食吃。圣熙阿姨悄悄躲在了树后面，跟辉宝玩起了躲猫猫。辉宝去右边，圣熙阿姨就躲到左边；辉宝去左边，圣熙阿姨就躲到右边，来来回回都快给辉宝转晕了。而此时的室外园区也很是热闹，今天天气不错，乐宝和爱宝都出来透气了。太久没出门了，乐宝之前留在自己家具上的气味都被雨水冲刷干净了。乐宝在给自己的家具重新打标记，爱宝这里就显得比较随意。对于这些物质的东西，爱宝向来都不是很在意，从不争抢地盘，都留给自己的孩子。爱宝吃完饭忘记擦嘴了，胡须上始终沾着一片竹叶，喝水的时候还没有用。爱宝这里喝完水，乐宝这里也给自己家具标记完了，夫妻俩就这样一起默契的回了室内。爱宝今天在室外体验了一下雪天的寒冷后，立马就回室内园区了，跟姐姐挤在一块睡起了觉，表示还是室内园区温暖又舒服。而永宽这里则来到园区，收拾着姐妹俩和爱宝吃剩的竹子。有永宽在旁边一直守护着，瑞宝、辉宝睡得很是安逸，每天什么也不用考虑，所有的事情2个爷爷都提前为其准备好。一会儿，瑞宝这里突然有了产青团的感觉，瑞宝自觉地从树上下来，来到了草丛里。瑞宝产青团向来讲究干净卫生，而辉宝这里此时也醒了。永宽给辉宝喂了一块胡萝卜，姐妹俩永宽都需要照顾到位。胡萝卜喂完，永宽又拿起了手机，偷拍起了瑞宝产青团。永宽的这一操作，瑞宝虽然已经见识过很多次了，但是每都还是会有点抵触，只怪永宽太猥琐。而爱宝这里此时还在室外园区呢。爱宝作为成年大熊猫，和瑞宝、辉宝不同，这雪地与室内的恒温空调比起来，雪地才是让爱宝舒服的地方，所以爱宝今天回室内后，总是在通道门口徘徊，示意奶爸给自己把通道门打开，让自己再去室外玩一会儿。而乐宝这里则有很多姨姨好奇，为什么乐宝园区没有雪？那是因为这雪并不是下雪造成的，而是将爷爷昨晚偷偷人工造雪的。等爱宝这里雪造完时，就已经天亮了。乐宝这里整个